今天这网沉得坠手，准是个稀罕的大货。哎呀，这是个什么精怪？姑娘，只要你送本座回天庭，以后少不了你的仙丹法宝。无量天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擅长蛊惑人心的万年鱼妖？救命啊！本座叫你送我回天庭，没叫你送我入轮回！救命啊！尴尬了，原来他真的不是鱼妖。哼！喂，老道友，你可别在这儿羽化了啊！冥界判官，原来是个女仙。老人家，对不住，我还以为你是弱水里的鱼妖化绳呢。以后再也不听宗里那些师兄瞎忽悠了。本座可不是妖类，本座的法力那是通天彻地。哦，吹牛谁不会啊？你老人家到底是哪路神仙？实不相瞒，本座乃无极天庭之主，微服巡视三界时出了意外，不慎落入这化去仙力的弱水中，幸好被你这丫头捞起来。姑娘，你救驾有功，只要你把本座送回去，想要什么赏赐都行，本座甚至可以破例封你一个玉水仙君当当。这老头莫非是神识被弱水泡坏了吧？宗门里的大长老仙逝前几年，神识也是这般糊涂，一会儿说自己是元始天尊转世，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一只玄龟。对付这种神识受损的老人家，要顺着他哄着他就行。是天帝陛下，您这一身法衣都湿透了，要不要先换身干爽的道袍？对，先伺候本座更衣，再传仙衣前来。乔道人，这老道友落水了，你帮他换身干衣吧，顺便借他一套你的粗布道袍。这老道是什么人？连个道袍都不会穿。我想帮他一把，他还嫌我手粗，弄疼了他的仙体。让他进来伺候本座更衣。你个老不休，让一个黄花大闺女给你穿衣服，看老道今天怎么教训你！乔道人息怒，息怒。他神识有点烂。本座更衣一向是仙娥伺候的，怎么就成老不休了？爸，本座不跟你这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姑娘，你打算何时送本座回天庭？你那仙府在何处？叫什么名号？无极天庭。啥老道友？你知不知道无极天庭离这凡界有多远？那你送本座回凡界的行殿也成。行殿在哪儿？该往哪边走？这本座亦不知。往常出行，爹是乘坐九龙仙翎，云路自有仙官引引。这老头神识病得可真不轻，怕是被弱水泡坏了脑子。老人家，先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再商量怎么送你回去。看他这瑟缩样，就知道是被弱水寒气侵体了。好香啊！听狼仙姑许久不熬鲮鱼汤了，今日倒是好兴致。今天从弱水里捞上来一个落水的老道，受了寒，给他熬汤暖暖身子。听说了吗？听兰仙姑这儿收留了个自称是天帝的糊涂老道，确实糊涂的不轻。
天帝陛下怎会落入凡界弱水？各位道友，这几日可有听说哪家仙门走失了长辈的消息？他莫不是装疯卖傻吧？天天在咱们这白吃白喝。随他去吧，一碗灵汤还能把咱们吃穷了。这道灵鱼仙汤，连天庭御膳仙殿的总管都做不出这般滋味。等本座回天庭后，定封你为御膳仙殿总管。说的跟真的似的。回天庭，回天庭，我看你是想早日羽化归天。他都神识糊涂成那样了，你就别跟他较真了。大胆！敢对本座无礼！我渐渐发觉，这老道可能并没糊涂，他说的也许是真的。两位道友，吃点什么？听说你这几日前从弱水里捞上了一个老道。你们找他？天，老爷子，小的们来接您回去。外面风大，委屈老爷子跟我们走，别声张。这两个人气息不对，绝非善人。免礼，听来你瞧见了吧？本座，我可没说大话。他们真是你仙府的人？你怎么好像不认识他们的样子？本座麾下仙兵神将千千万，哪能个个都认识？总之不会有错。听兰，你与我同去，这回本座要好好的赏赐你。那真是天帝。我们家老爷子这儿受过伤，身世不清，我们都得哄着他。哼，我就说嘛，他要是天帝，我就是大罗新仙。老爷子，时候不早了，我们这就启程吧。天色已晚，两位想必也赶了很久的路，先吃了这顿灵膳再走吧。我可告诉你们，错过了这口，你们翻遍三界都找不到这么好喝的灵鱼汤。听话，咱们吃完再走。仙姑，你把我家老爷子伺候的这么周到，我家主子定会重谢，请仙姑务必与在下一同前往。正好盛我的仙粥，我送你们回去。你们干什么？对不住了，老爷子。那日您坠下仙船，我们还以为您神形俱妙，没想到您命这么大，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们这是弑君，是招致9天雷劫的死罪，谁指使你们的？今夜将你们两个的神识抹去，天庭谁会知道？两位仙官别乱来，我就是个渡船的，这事和我没关系，把我放了吧。谁让你多管闲事救了他？现在凡是见过天地的人，都得抹去神识。可惜了你熬的那手好鱼汤，等入了轮回，你再熬给明夜判官喝。放开他！我休要伤及无辜！不好，有灵力波动，快动手！该死！刚才的灵鱼汤里被下了散灵散，你竟然设了迷魂阵！
大当家，不妨，省活口。本仙姑是正经的仙门生意人。婷兰，你是如何发现这两人有问题的？我在这弱水畔摆摊多年，这里仙妖混杂，三教九流见得多了。这两人来时行动谨慎，惜字如宾。我和乔道人当时就看出了端倪。灵膳做好后，我们暗中在他们的碗边和筷子头上抹了散灵散，他们毫无防备地吃下，自然就中了招。之后我自报奋勇送他们，实则是放心不下。怎么样？我们可又救了你一命，这回你不赏我个仙尊封号？他们居然盼着本座羽化！别哭啊！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刚才说笑的，不用你封我当仙尊。当？怎么不当？不仅封你当仙尊，还要封你做玉县县令之主！又来了，你先能回来去天庭再说吧。看你们往哪儿跑！等他们醒了，好好审问一番。没用的，他们既然敢来暗杀本座，定是死事。一旦醒来发现无法脱身，便会自行散去仙魂。那咋办？好不容易抓了个活口，总不能干瞪眼吧？当务之急，本座需先回行殿，见到我的御林仙卫大统领。此人对本座忠心耿耿，绝无二心。拉倒吧，你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被推下弱水的，他能有多可靠？还有啊，你别整天本座的，生怕引不来追兵是吧？老人家，你还是改个称呼吧。如今敌暗我明，小心为上。那往后便唤我苍老道吧。还不如直接叫天帝呢，这老头真是没救。他们散去仙魂，羽化了。苍老道没说错吧？他们行动失败，便会自散仙力，绝不留下一丝痕迹。除了知道其中一人叫影煞外，我们根本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分不清敌友，本座不敢贸然回天庭。这次暗杀失败，定会有源源不断的叛仙死士寻来。不用查，越想坐上那天地宝座的人，嫌疑便越大，定是本座那两个好儿子干的。本座决定了，去投奔老三。走弱水航道快些，正好乔道人称仙舟，带我们一起南下。哎，苍老道，你怎么确定不是你的小儿子心怀怨恨，找人暗算你呢？毕竟你把他贬到了那么荒凉的地方。定是在天庭极有权势之人。老三已去荒灵谷多年，早就没了这个能力。况且我那小儿子自幼便心性纯善，让他造反比登天还难。原来是专挑老实人欺负，荣华富贵没人家的份儿，落了难倒想起人家来了。都说此地是穷山恶水、灵气枯竭的废弃之地，多是凶悍的亡命散仙。如今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老道有打扰了，请问荒灵殿如何走？姑娘是来求仙法主持公道，还是来求领灵谷种子的？这有何分别？若是求公道，三殿下每日在谷中仙堂坐堂1个时辰，专收仙状；若是求灵谷，便去古镇登记。听老道友的口气，能领到三殿下上好的种子回去耕种呢，还真是个大善人呢。现在家家户户都给殿下供着长生仙牌，希望殿下仙寿无加，才能保佑我们这方圆百里的生灵平安。他老人家，本座在天庭都没被这般供奉，这逆子到仙力上长生仙牌了。哪位是三殿下？这哪是什么老人家，分明是个英俊的大好青年啊！父，
之岂有此理！太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仙姑与前辈高义3番5次救我父大伯性命，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请受玄机一拜。殿下客气了，既然已经把人送到，明日我们便要告辞。不能走，本座还要带你回天庭，封你做玉水仙君呢。舒坦，想我弱水上跑了大半辈子仙舟的粗人，风里来雨里去，没成想也有被当成贵客伺候的一天。曹老道现在是惊弓之鸟，谁也不信，就信咱们俩。三殿下为了让他父尊安心，自然得伺候好我们。说的也是。玲珑啊，多放点灵椒，本座就爱吃你这口重味的。这凡界的灵膳果然远胜天庭的琼浆玉弱。得嘞，您老就瞧好吧，保准辣得您神清气爽。殿下和那位至尊这是在干嘛？这结痂的仙位怎么还不来？这几天叛仙一波接一波的，本座这把老骨头迟早要交代在这里。佛去神识，一个不留！休伤我父！救驾！父尊，快走！周身水气灵凤也造成。玄气，我的好儿子，你怎么样了？儿臣没事，只要父尊安好。我儿乃无上仙体，怎么能以身犯险呢？赶紧调派别的仙位来保护本座。父尊才是3界之尊，儿子为父为臣，万死不辞。呸呸！什么万死不辞？将来你要肩负3界社稷，怎么能轻易陨落？这些日子，本座一直想问你，你是想做天庭的玉水仙君，还是想做本座的儿媳妇呢？帝尊莫怪，我可不想过这样整日提心吊胆的日子。您若是有心，不如赐我些灵石法宝。说的也在理，若你真成了儿媳妇，倒不好整日让你熬灵鱼汤给本座喝了。天天惦记着吃。帝尊，看到你安然无恙，臣就算仙魂俱灭也瞑目了。行了行了，哭什么丧？要谢就谢叶听年，要不是他，本座羽化8回了。多谢叶仙姑救驾之恩，武风没齿难忘。顺手的事，武大统领快请起。传本座旨意，即刻回天庭。儿臣遵旨。三殿下，你可要早点回来啊！小仙舍不得您啊！诸位道友，莫要悲伤，本座自会派清廉爱护生灵的仙官来接替。区荒灵谷如何能施展他的抱负？本座还要委以重任，希望他不要辜负本座的期望。老三，你这是做甚？自己父尊有危险，当儿子的自然是要贴身保护。太子反了！叛军切断了帝尊回天庭的一切仙路，二太子也自立为帝尊了。逆子叛仙！本座不在的时候，你们就是这样替本座守着天庭的。臣死罪。天帝落水失踪，天庭势力早就分化。大太子这是要弑父篡位，二太子则等着坐收渔翁之意。白日做梦，几个乳臭未干的逆子，以为本座的3界是如此轻易就能颠覆的吗？帝尊，臣临行前携带了天降仙符，若顺利脱身，即可调遣仙君平定叛乱。好，最近的仙君在何处？大皇兄的叛军已用仙杖将荒灵谷道路与天域彻底封死，我们根本出不去。唯一的突破口就是走弱水航道，可是什么？
玉林仙位皆不同水性，且弱水禁制极强，无法御空施法。若是在弱水上遇到追兵，你们看着我干嘛？不会是想指望我力挽狂澜吧？唉，你们天庭的仙石还真是难赚啊！我愿意护着父尊一起闯出去。臣誓死护卫帝尊和三殿下，一同前往山海关。天牢啊，你看……行了行了，帮人帮到底，送仙送上天。站住！前方禁航，平州接受仙力盘查。这位仙官，我们想把捕来的弱水灵鱼送到前方的仙室去换些灵石。今日弱水封航，速速退回。仙官行行好，我们与仙阁约好了今日交货，若是迟了，不仅灵鱼废了，还要赔付大笔灵石。求仙官通融，放我们过去吧。几条灵鱼算什么？再不滚，小心本仙废了你的修为！都是你！这什么情况？要不是你非要走这条弱水，咱们能误了交货？这下咱们可要赔个精光了！老天爷呀，这可怎么办？还指望着这点灵石买延寿丹呢，这下全没了。爹，你差不多行了。仙官，我公尊就指着这次卖灵鱼的钱给自己买安息仙木呢。要是这次赔了，公尊就要把我卖给黑仙矿换仙石了。我不愿与夫君分离。快走快走！他们就躲在这里，赶紧搜！大太子说了，抓到活口重重有赏。天老，这回怎么办？帝尊，三郎，看我的。不好了，是离水宗的水老鼠！那是什么法术？难道这弱水里真的有水怪？别过来！大当家的，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修士。叶大当家，这些御水修士都是你的同门兄弟。对啊，你是他们的大当家。这话说的，昨夜你不是都听见了吗？你莫非是凡界的邪术女魔头？别胡说，我们可是名门正派离水宗。你们这弱水尽头是不是有一座仙山啊？叫蜀山？吴大统领，你平日里看的奇闻异事有点杂啊。他这是怎么了？从昨夜起便一言不发。上自尊了呗？啊！昨夜他还想来个英雄救美，结果没想到你的御水仙术比他的剑法厉害多了，直接把叛仙全给端了。话说回来，好儿媳，你可别抛下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哟。帝尊，您是怕没了儿媳妇，还是怕以后没灵鱼仙汤喝？都有，都有。堂堂三殿下，才看不上我这么野的凡界女修吧？
众将士听令！大红子二太子谋逆篡位，罪不容诛，随本座评判，当凭天庭判逆。遵命，遵命，遵命！三界仙兵听令！今日本座亲测选其为天庭太子，以后他就是天庭主君，众卿当同心辅佐，共护三界安宁。天瑶，你为何要如此帮本殿？还是被你发现了。吃吧，莫要伤了修行根骨。那时候，我和爷爷流落凡界，路过你的荒灵谷。你还是个刚被贬谪不久的少年，却已经颁发古令，救了我们这些无依无靠之人的命。后来，我一路修行，凭着一身遇水的本事和不服输的野性，披荆斩棘，做了离水宗的大当家。离水宗游走于凡界与弱水之间，平日我便和乔道人扮住渡船卖灵酒的，寻些买卖的机会。哪成想阴差阳错救了帝尊，我想方设法保住他，又找机会送他去见你，只想让他亲眼看看这位勤政爱民的好殿下是如何将荒灵谷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后面的事有些出乎意料，我没想到一路如此凶险，更没想到你似乎对我动了情。殿下，你以后一定会是位造福三界的好帝宗，听兰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你眼里，我只是殿下吗？你将来是要做帝尊的，理应娶仙门贵女。我自由自在惯了，只想在弱水上过快活日子。咱们有缘，但是不多。从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好帝尊，指点江山，造福三界。可如今，我倒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和心爱的人一起浪迹天涯。三郎，你有你的抱负，我也有我的。我要将离水宗变成三界第一大宗，而你身负的是三界苍生。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你去吧，我看着你走。三郎，那日你护在我身前挡下暗器，我欢喜得很。算了，去他的天条规矩！我是丽水宗的大当家，又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仙门淑女。我还以为大当家的要和那小子回天庭当帝后呢。我可是离水宗的老大，谁要做那没什么用的帝后？听着风光，却不过是男人的附庸，哪有在弱水上称王称霸来的痛快？不过我倒是为咱们丽水宗谋了个极好的前程。好前程？啥好前程？大当家的，这就是你为宗里谋的好前程，这真是当今太子的。当然，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我叶听兰要孕育下一代宗主，自然要借最好的种，那可是天界最纯净的至尊仙源。太好了！以后咱们的少宗主，亲爹是当今太子，亲爷爷是天帝。就是，以后谁还敢来为难我们丽水宗？连天庭的仙官见了咱们都要礼让3分。那时帝尊和三郎回天庭，问我想要什么样的赏赐。真的什么都不要？不要，因为让我最满意的赏赐，我已经拿到了。大当家，不好了！天庭的仙卫把咱们弱水渡口给围了！可恶！刚消停几天，大太子、二太子的余党又打来了。乔道人，慌什么？这片弱水归我离水宗管。听兰，父尊回天庭后老念叨，说你这几日该有妊娠反应了，定是胃口不好。我寻遍了天界仙山，这仙浆止吐最灵效。殿下好大的排场，送个仙浆还要动用御灵仙位。堂堂天庭太子不回仙宫坐天地宝座，跑我这渡口坐冷板凳。天地宝座冷冰冰的，坐着不舒坦。我答应过，这辈子都要护着你。劈柴生火，我比当太子拿手。哟呵，哥儿几个瞧见没？咱们大当家的眼光就是好，这挑人的本事也是一绝呀！连劈柴生火的仙童都自个儿送上门了，还愣着干什么？既然是来劈柴的，还不赶紧去后院把那堆赤阳灵木给劈了？好，这就去。殿下，我的小祖宗，这可是加急的仙界玉简。帝尊说他老人家神识疲惫劈不动，非让您看一眼拿个主意，你好歹瞅一眼啊！没看我正忙着吗？听兰这几日脚酸肿得厉害，我得赶快劈完这堆，好去灶房把仙泉水烧开给他泡脚。啊，烧洗脚水，让当今天庭太子烧洗脚水，这要是传回天庭，御史仙官那帮老先生非得急直跳脚不可。奏折和玉简先放在大青石上放着，等听郎休息好了，我自然会看。现在谁也不能耽误听郎烫脚。三郎，你贵为储君，何该去无极宝殿指点江山？窝在我这小小的玉水渡间干这些粗活，你又是何苦？听老，以前在荒灵谷，我觉得能让谷民吃饱就是快活。可现在我觉得，只要能守着你，看着你和孩子好好的，我就算在这劈一辈子陵墓，也是快活的。挤什么挤？没看见我先到的吗？哎，我先到，我打出来的！小人，殿下，这帮粗汉吵得大当家不安生，臣这就带人去把那几艘仙舟扣了，通通关进仙牢。胡闹！那是赶着去仙市卖灵药的散仙，扣了仙舟，他们这一年的修行资源便毁了。去，带上咱们带出来的那些消暑解渴的冰镇百花清露，分给过往的散仙和千仙，告诉他们弱水拥堵，请大家依序缓行。啊，分清路！殿下，快去，这就按我说的做。冰镇百花清露。各位道友，劳烦大家伙了，喝碗清露解解暑。前头仙舟上有孕妇正歇着呢，
大家伙受累，稍微放低些口门，别惊了胎气。多谢各位。哟，是有贵人安胎啊，那是得小心。兄弟们，咱们小点声，别吵着人家。那几箱归元丹先谢，别压在最底下。好嘞，大当家。大当家都这时候了，还站着督工，真是铁打的。哎，那是什么船？怎么挂着一堆破渔网？这破船也敢往咱们渡口来，不是找事儿的吧？大当家，你看那要饭的老道，怎么越看越像那个姓苍的老家伙？姓苍的。听兰，快！本座老道我在这儿，快接驾！帝尊，您不是在无极天庭做宝座吗？怎么穿成这样就跑来了？做什么宝座？那天庭的宝座硬得硌屁股，鲜艳还不如刷锅水。快听牢，本座饿了3天了，快整盆鲮鱼鲜。香，就是这个味儿。回天庭这段日子，那帮御膳仙店的奴才做的东西清汤寡水，雕龙画凤的，看着好看，吃着没滋没味。本座这舌头都快被他们养得退化了。老人家，您这可是贵客。不过您这身打扮，是离家出走，还是算旷工偷懒？管他呢，3界之中，吃饭最大。可算出锅了，快拿碗来！本座这一路就指着这口鲜汤吊着命呢。呸！痛快，太痛快了！这才是人吃的东西。帝尊，臣实在陪不动了。这弱水怎么感觉比上次晃的还要厉害？没用的东西！本座看你这大统领是当得太安逸了，竟变得像个娇弱仙子。你瞧瞧听兰，怀着身孕呢，在这弱水上走得比你还稳当，跟稳如泰山似的。听兰，再给本座添碗灵米饭，立下烤肠一上，多浇点鲮鱼汤，汤要浓的。鲮鱼管够，灵饭也管够，帝尊您尽管吃，想吃多少有多少。本座这几日吃着你熬的汤，心里已经琢磨出个万全之策了。本座回去就把御膳仙店总管那个只会雕萝卜花的老仙官给撤了，你带上小家伙跟本座回天庭接手。这个最酸，天阳肯定爱吃。哟，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帝尊亲自来挖人了。到时候老三每天在无极宝殿批完素简，抬脚就能回后宫陪你，本座也能天天吃上现成的鲮鱼鲜汤，这日子多好！帝尊，我是离水宗的大当家，不是您家的私人仙厨。
当玉山仙殿总管，那可是几辈子修来的仙缘，不比你在弱水上受封强，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我这后头还有几千个张嘴要临时修炼的离水宗弟子呢。我跟着您入仙宫享福，您是打算让他们一起卷铺盖上天庭，把您的仙库吃个净光吗？父尊，听兰性子野，他喜欢弱水上的风，不喜欢深宫的高墙，他在这儿自在。那你呢？你可是当今天庭太子，储君之位，岂能儿戏？儿臣想好了，儿臣以后勤快些，白天在天庭处理朝政，晚上坐快舟两头跑，反正五峰划船快，累不着儿臣。反正五峰划船快，累不着臣。殿下，求您做个人吧，您两头跑，命苦的是臣啊，臣这身子苦，经不起这么折腾啊。你们真是气死本座了！哼，本座吃刑。哟，殿下这抱枕头的架势，比当年批字典还上心啊！别吵，听兰说了，抱孩子要拖住头颈。武统领，咱们得未雨绸缪。父尊说仙婴生下来若哭的凶，最是考验当爹的手稳不稳。殿下，这抱枕头和抱仙婴恐怕不是一回事吧？少废话，这是军令。现在你就是那啼哭的仙婴，快给姑哭一声听听，姑要试试这摇篮手的仙力是否适中。唉，哇哇！太干瘪了，再凄厉点儿，要那种透着饿了又像是尿了的委屈劲儿。三郎，你若是真闲得发慌，去把弱水渡口上那张破了3个大洞的副仙王给补了，别在这折磨武统领。听兰，我这不是怕到时候手生吗？大当家英明，属下这就去补网。怪烂了。丽水宗的小崽子们听着，这片水域今日归本座管，识相的把船上的灵药留下，本座留你们一条生路。哟，哪儿来的愣头青傻小子？这年头，连个普通的凡界修士都想出头，走开，别挡着本座发财。发财？怕你这仙骨太轻，接不住这份财。动手！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离水宗大当家的货，劫离水宗的货，你是嫌命太长了吗？大当家饶命，小的有眼无珠，小的该死。行了，别把仙缘都吐出来了。这是我们离水宗祖传的避水丹，专门治这弱水上的神识眩晕。虽说卖相丑了点儿，但管用。真够劲儿！咦，不翻江倒海了，胸口这股滞涩的逆乱仙气竟然散了。大当家，您这真是神丹啊，比御医仙殿那些老古岛开的仙方灵验100倍。听兰啊，你别光顾着给五峰的寒火治病，老三呢？本座的灵鱼呢？本座这肚子都快唱空空曲了。
父尊，来了。听兰今早念叨着想喝口鲜鱼汤，儿臣刚才瞧见这2条鲮鱼肥美，专门下水给捉上来了。得，本座算是看出来了，本座这鱼是顺带的，听兰那口汤才是重点。听兰，本座这些日子在弱水上瞧得真切，你是个能撑起大局的奇女子。本座已想好了，只要你今日点个头，随本座回天庭，这无极天庭的天后之位，本座一直给你留着。进了仙宫，咱们便真正是一家人了。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何苦在这弱水上受这份罪？帝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天庭的九霄仙宫虽好，我这野惯了的小家雀儿却待不住。天后之位，我不稀罕。帝尊，您若是真疼这还未出世的孙女，不如给点实在的。只要您在这张敕令上签了字，准了3省弱水的免除灵供敕令，从今往后，离水宗的仙舟过闸，不纳灵石，不缴灵药。这弱水上的买卖，咱家自个儿说了算。好你个叶听兰，都见过狮子大开口的，没见过你这么会做买卖的。你这是不仅借了本座的至尊仙元，还要掏空本座的仙库兜底啊！你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都快崩到本座老脸上了。父尊，听兰性子倔，您就依了她吧。只要听兰心里舒坦，小孙女才能长得壮实。殿下，您的仙力护罩都撞散了，快坐下歇歇，莫要伤了神识。没事，仙力震荡算什么？听兰在里面，比我辛苦。大当家，仙灵之气汇聚，看见仙婴了。来了！恭喜帝尊，贺喜太子，大当家的生了，是个天生玉仙骨的小仙子，母女平安。好漂亮，眉眼真清秀，像听兰，真像听兰。好啊！本座有孙女了，本座总算盼来个不长胡子、香喷喷的小孙女了。传本座法旨，今日起，离水宗所有弟子打赏1年的灵石，暂免除灵供3日。本座要让3界众生都沾沾本座小孙女的喜气。帝尊，免除灵供3日，仙库那帮管账的仙官非得封了不可。封就封，谁敢有异议，让他来跟本座理论。来，再敬大当家一杯。小仙子满月，咱们离水宗终于有后了。听说那小仙子天生玉帝仙骨，咱们离水宗未来可期啊！帝尊高兴的连免了3日灵供，咱们也跟着沾光。众弟子听好了，今日无知小孙女满月是天大的喜事，全宗上下的仙教灵膳，本座全包了，谁也不许给本座省钱，就是瞧不起本座。帝尊客气，咱们大当家这辈子做的最划算的买卖，我看就是这一桩了。借了天庭的仙元，还赚了天庭的仙酿，划算，简直是弱水第1划算。你这酒鬼，瞧瞧这小眉眼，哎呦，真像听兰。来，给爷爷笑一个。笑一个。哎呦，轻点儿，轻点儿，我的小祖宗哎！爷爷这仙虚经不起你这么折腾，拽吧拽吧，只要孙女高兴，爷爷这仙虚全都给你了。这小主子还没断奶，就把3界最有权势的男人治得服服帖帖。
殿下，这可是御赐的回天庭要穿的朝服啊，这可如何是好？没事儿，梧桐君，你瞧瞧，这孩子劲儿多大，尿得这么高，这腿部力量，将来跟他娘一样在弱水上划大仙舟，定是一把好手。三郎，你确定不赶紧拿去洗洗？那上面可加持着天庭金丝呢，若是不洗，过2日这一股子尿骚味儿，你打算穿着它去无极宝殿见众仙？见众仙算什么？这是我闺女给姑的洗礼，姑还要留着当传家宝呢。这无极天庭未来的帝尊怕是没救了。乖孙女，看爷爷这儿，抓那个方方正正的玉玺，那个尘好玩。抓了它以后，这万里仙界都是你的大玩具。好，不愧是我叶听兰的种，玉玺算什么？这弱水上的风浪才是咱家丫头的归宿，天生就是遇水的料。奉天承运，册封皇孙女为晋江仙子，赐领3省弱水航道经营特权，半数拨入仙子司库，离水宗过闸，永不抽捐。仙子千岁，大当家了威武！老三，本座算是看透了，这仙界江山以后真得给这帮渡船的当后勤了。殿下，天庭叛党已清，众仙候驾南天门外，请殿下速速登舟回朝，受禅登基，安定3界。听郎，跟我回去吧，3界便是你的，后宫为你空置，我在仙宫给你造一座仙境，可好？你去守3界万家灯火，我守着百里弱水宗门。仙宫高墙挡不住弱水的风，等你累了，顺流而下，我这儿永远有你的灵鱼汤和赤阳灵木。好，这地位，姑替你守着。听郎，照顾好本座孙女，批完灵税自荐，本座就偷偷溜回来。大当家，这仗打的，连天帝都成咱们离水宗的编外弟子了。开船，大船，开！哎呦，咱们这小大当家抓周抓了仙子，这才刚会走呢，就想替他娘管着百里弱水了。大当家，快接驾！帝尊退朝了，批完最后一份冬至灵税军监，连地袍都没换，套上大氅，骑换3匹天马，正往谷口赶呢。孙女，快靠岸！爷爷钓着大灵鱼了，你爹那傻小子也快到了。今晚咱们又凑一桌灵鱼鲜汤。听老，天庭太闷了，朝政都托给老仙臣了。这半个月我在这儿陪你，今晚的赤阳陵墓我包了。我曾是弱水畔普通的御水女修，那年随手一网，捞到了这辈子最贵的大货，也守住了我最好的江山。灵鱼汤好了，都来喝汤。